及任务地点死亡率高达90%，是否确定接受任务？罗峰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我会救回波兰。试炼者收集1万枚原住民佩戴的黑色令牌，可得特殊奖励。红色令牌为试炼者进出魔山的唯一凭证，请妥善保管。对于原住民来说，夺得1000枚原住民佩戴的黑色令牌或1枚红色令牌，即可加入虚拟宇宙公司。因此，你们会成为所有原住民的目标。真面目，风声夹杂了天然幻术，经由千万条洞窟无限放大，幻惑人的意识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幻象吞噬，我绝不能大意。前方18公里处有个狱主级3阶武者正在快速接近。12公里，3公里。我并不想杀戮，可谁若非要挡我，就是自寻死路。红色令牌，烧了他！饶命！罗峰、乌卡，已经9天了，完全没有发现博兰的踪迹。你们呢？有没有进展？倒是被迫接受了100多块令牌。厉害啊！我才3块，还遇到了一头幻兽，足有小山那么大，打都打不死。我也听说，这魔山中最可怕的是幻兽，不过还一次没遇到过，倒有点兴趣。你可别，遇到还是绕着点走得好。对了，其他人怎么样了？和荣军通过一次消息，他也暂时没发现。陇云没落倒是有主动联系我，
可加莱西老也呼叫不。喂，真麻烦。魔音一旦变强，信号便会受到干扰。算了，下次再说。等等，探测到你左侧3公里处有一个域主级8阶和一个宇宙级9阶。那岂不是就在边上？原来还隔了一层洞壁，你倒是说清楚啊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？我是要告诉你，他们聊的话题好像有点意思。师傅，这本秘法是不是您说的传承？师傅，笨蛋，一本秘法怎么跟传承相比？这传承禁地是我们九星海的秘文。这座古老的神山以前可不叫魔山，传说整座山就是为了传承而存在。它无比悠久，可以追溯到九星海有历史记载之前。后来，虚拟宇宙公司出现，控制了这里。派出各大强者，还时不时会派些天才进来闯荡。听说就是为了得到禁地中的传承。虚拟宇宙公司何等强大，竟也眼馋着传承？传承禁地，那是什么？连虚拟宇宙公司都求而不得，博兰来这里会不会也是为了传承？难道他的失踪？大人命令我们分开行动，找到目标后立即击杀。不过，就算是他们，也没那么容易。若是谁得到了他，那可真是一飞冲天了。不好，有幻招！妈呀，就在你背后了！是由坚冰构成。就算身体4分5裂，他的意识也依旧没有溃散。幻兽不死，原来是这个道理。 师傅，您贵为狱主，还怕幻兽？笨蛋！最近魔山来了许多宇宙级9阶的试炼者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夺了他们的红色令牌，何必在幻兽身上浪费时间？只要能加入虚拟宇宙公司，
以后就谁？火焰界主。没有魔音藤残骸，没找到目标，倒是搜刮了2000多枚令牌。罗峰啊，罗峰，你到底在哪儿？700公里，玉柱级8阶。这里共有817个洞窟，不过我无法探测到它们的尽头到底通向哪里。波兰失踪的方位在西北偏北，选一个碰碰运气。996公里，宇宙级9阶。不好，刚刚有世界之力扫过，快跑！世界之力是只有界主才拥有的探测能力，1000公里内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，你肯定被发现了。界主级不会盯上我一个宇宙级9阶吧？他是冲着你来的。好快，一瞬间就移动了900公里。对方应是界主级高阶，能量探测远超当初血斗世界的私幽。切换！这么快，难道遇到正主了？完了，前方传来幻兽的独特声波。根据声波的强弱判断，大概有1万只。什么？若与界主正面冲突，生存机会极为渺茫。但是1万头幻兽又会把我撕得粉碎，该怎么办？有了，不知道能否奏效，但只能一拼了。府秘法，复制。好快！
起来吧。他就是你们要杀的人，罗峰。虽然只是宇宙级9阶，却有着玉柱级9阶的植物生命魔云藤辅助，实力远超同层级人类。罗峰，熊的行为特征已经上传。极有可能是罗峰的失联者，我将其赶到幻兽群中，此刻应该已经被撕得粉碎。也就是说，你既没有确认身份，也没有确认生死。这废物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念力明明探测不到任何异常，为何莫名有种不安感？谁？界主还在洞窟的另一头死守。如果只是想抢夺令牌，不必守着危险系数极高的幻兽聚集地。他的目标有50%的概率是你。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的目标是与我一同搜救博兰的成员。难道博兰的失踪也和他们有关？我必须尽快找到他的下落。 你是谁？你
疾行10万公里，相当于横跨8颗地球的距离。目前的位置距离博兰失踪时的坐标点很近，那里也许会有线索。等等，探测到不明危险。这里竟然会凭空产生气流漩涡，仿佛是巨型生物在吞吸一般。就连玉如9阶的魔云藤也无法抵抗洞穴的吞吸之力，再加上魔音干扰，恐怕不消片刻，我就要被吸入这无底深渊。幸好我的魔杀族分身可以变为一枚飞梭，它的形态结构可以让承受的吞吸之力减少100倍。要是被吞吸进去，可就真的生死难料了。这就是宇宙空域中典型的死亡陷阱。我跟随主人闯荡宇宙时，曾经遭遇过许多次。他们异常可怕，会毫无征兆的降临，哪怕是不朽存在，若是大意，也会在陷阱中陨落。不朽？这里可是虚拟宇宙公司的控制区域啊！宇宙空域是原始宇宙演变之初发生特殊变化而形成的，最为诡异莫测。尤其是魔山这样的特殊地带，极难掌控。毕竟1亿年前，那位飘絮的作者绝世天才列洛，就是在这魔山中陨落的。存在于魔山的死亡陷阱，威胁丝毫不逊于前来追杀的土著强者。博兰的处境或许比我当初设想的更为恶劣，我必须抓紧时间。那是加兰西，你怎么了？他已经失去生命体征了。死亡时间在1小时内。死因是胸口被贯穿所造成的致命伤，但没有检测到其他外伤，可能是凶手等级远高于他，或是被暗中偷袭。令牌还在，看来杀他的人不是为了令牌，他的死一定有蹊跷。之前那名界主对我莫名执着，其背后可能也另有原因。阿巴塔，有没有找到与凶手有关的线索？现场无法探测到凶手的痕迹。他处理得相当利落。有了。看制式，是虚拟宇宙公司的存储芯片，它的内部或许有加莱西存储的重要数据。只可惜，芯片损坏程度超过50%，破解起来需要时间。拜托了，虽然和加莱西结识以来，与他有过多次摩擦，但涉及到公司成员生死，我不能对此视而不见。他的死因，还有博兰的行踪，我都要一并查明。罗芬，前方19.2公里处有一个玉竹9阶正在向这里赶来，保险起见。我们不妨先找个藏身处观察一下。距离这么近，他应该早已发现了我们，而且不排除对方是凶手的可能性。我们迎上去！又是宇宙级9阶，我已经杀死了761个了。希望你就是我要找的人。
阶的魔煞分身来抗衡。玉柱级9阶竟有如此实力，破玉后大人所见非虚。幽灵七血刀，昙花！哇！你是谁？为什么杀我？想逃？快逃！是一种镭射枪，蓄能只有0.1秒，能一枪击杀血主。糟了，莫云腾来不及夺下他的武器，魔煞分身的速度也无法超过镭射光速，怎么办？去死吧！你们3名界主是可轻易杀死他，但你们3个恐怕会被他轻易杀死。请大人放心，我们定拼死击杀罗峰！我们定拼死击杀罗峰！9级镭射枪，蓄能只需0.1秒，能量够射击9次，1击。即可以击杀界主9阶强者，1击可杀。界主，这3把镭射枪赏你们了。你们只是玉主级武者，他不会重视。但你们只需0.1秒蓄能，就可将他瞬间击杀。别让我失望，否则。破玉后大人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杀了他。幸亏机械族飞船长宽1000多米，机体上的记忆金属可以在受损的同时不断自我修复。不过，人类身体还是抵御不了残余冲击。这不可能！3000多枚令牌，看来你杀了不少人。那又是谁指使你来杀我？
是之前那个火焰界主。休想！如此强大的武器，即便是本界排名第1的博兰，也会险象环生。博兰失踪，加莱西死亡，我2度被袭。敌人的目标不是某个人，很可能是搜救队全员。王座上的那个人，他究竟是谁？在魔音干扰下，公司无法实时获取他们的位置。为何公司不派实力更强的高层去，反而让这些小家伙身陷险境？我想过，博兰本身意识强度极高，只有在资格战时会分神虚拟宇宙而意识薄弱。袭击他时，竟能找准时机出手，要么是巧合，要么就是……罗峰，你是原始空域的莫洛？加莱西，你杀了他！莫洛，你误会了，我要上报公司。可恶，没有信号。莫洛，怎么，你还要杀我灭口？加莱西不是我杀的，我感到是他已遭人毒手。你看他身上的伤口，绝不是我的刀和念力兵器所能造成的。伤口确实与你的招法兵器不符，但你身上的伤，我也遭到突袭，前后2次，这是刚才那个狱主级杀手伤的。老实说，加莱西还不足以让我受这么重的伤。我相信以你的为人，应该不会做出残杀同伴的事。谢谢。对了，我从那狱主脑中得知，他们一共6个人，不知是谁派来的。那么说，敌人的目标是我们整个小队，他们很可能想趁我们单独行动时，逐一猎杀。我们可以一起去找博兰，彼此有个照应。好。资格战士，我查过莫洛的资料，他是南湖宇宙国的孤儿，依靠自己的努力跻身公司核心成员，并通过2次资格战，从天地空域杀进原始空域，其天赋与努力可见一斑。巴巴塔，加莱西的芯片修复的如何了？快了，还差5%。一直以来，虫族为了遏制人族发展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其中就包括暗杀人类天才。然而，他们行踪诡秘，不会轻易暴露。芯片解析完成，快看！罗峰在血洛大陆的报告中提到，他在一个血洛人的身上发现了神秘的虫族符号。血洛人无法离开大陆，符号必定是外人带入，而能进入血洛历练的，只有各空域的天才们。一共9人，内奸就在他们当中。
真凶。想逃？怎么回事？是死亡陷阱，比之前遭遇的那个要恐怖100倍。死亡深渊，每隔6个宇宙时吐息一次，其无生还可能。为了将你引到此处，我可是费了一番功夫。出现在加莱西尸体旁，波兰又是在于你战斗时失踪，我不过是被你追杀为求自保，除掉了你，空域资格战我就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。龙风，醒醒！可是这样，其他人不是会有危险？这是一步险棋，也是为了引蛇出洞。没有高层介入，内奸便会放松警惕，冒险行动。我们的内线就可以在暗中伺机逮捕，套出更多重组情报，揪出他背后的主使。罗峰，醒醒，还不是休息的时候，快起来！罗峰，快想办法！比之前强大100倍，抹杀分身的速度无法逃脱，就连金角巨兽的力量都不足以抗衡。既然向上不行，那就赌一把。疯了疯了！这要是触敌，会粉身碎。大人，我赶到时刚巧看到罗峰被同伴踢下深渊。这一次，
绝无生还可能。莫洛，他竟敢擅自行动。大人知道此人？他跟你们执行的是类似的任务。偷袭博兰的时机还是他提供的，可惜他还不知道，公司已经怀疑到他头上了。博兰的行踪找得怎样了？魔山的大部分区域已经排除。继续收缩范围，一有发现即刻报告。罗峰的生死也要切实去确认清楚。是。莫洛，既然你不听话，就休怪我拿你做马前卒。只能身体尽碎，而意识不散。还有，荣军，你到了。乌卡，罗峰那家伙都联系不上，其他人也联系不上，什么人？乌卡，荣军，真巧。没想到深渊下竟另有洞天。巴巴塔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。刚才入口消失后，信号就被屏蔽了。这些宇宙秘境，有的是自然演变出的奇异环境，有的却是某些超级存在留下的修炼之地。修炼之地？传说整座山就是为了传承而存在。后来虚拟宇宙公司出现，控制了这里，听说就是为了得到禁地中的传承。难道是传承禁地？很有可能。你小子走狗屎运了。但眼下最紧要的是怎么出去。波罗既然袭击了我，也一定会对别人下杀手。可是在这里我无法提醒他们。魔音，又似乎与之前的都不同。魔音入耳，我竟能懂。此乃宇宙中最巅峰的传承之一，对灵魂的要求无比苛刻。
10000年来，一个又一个不朽神灵，没有一个能完成传承，离开这里的，最后都只化作堆堆枯骨。不朽神灵都无法离开，可我还偏要出去，我的朋友还需要我。 怎么回事？我分明……看来没有其他出路，唯有向前。 接受传承，修炼传承，接受传承，修炼传承，接受传承，修炼传承。什么人？ 乌卡，荣君，真巧！看你一身战斗痕迹，有没有发现博兰的踪迹？这些幻兽就已经够难缠了。哼，要在这魔山活下去都够呛，要是再遭遇点突发状况，恐怕连博兰都会很危险。 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耽搁，还是尽快分开再找。好。乌卡，多加小心。越发猛烈，刺痛阵阵，似乎要将我的意识吞没。你对抗魔音时，意识晶元体上的金色纹路在增加，代表你的精神波频在增强，之后能同时控制的念力兵器会更多。若能完成传承，必会有脱胎换骨般的提升。可我快到极限了！坚持！这里共3333级台阶，你已经上了1066级，只要继续往上走，就能拿到辅助传承的宝物。看来传承者外的其他生命体都不得干预传承，不然我就能替你。哎，对了，智能生命与血肉生命不同，不会受魔音影响。那么，魔杀族分身作为能量生命，且与我的生命气息完全相同，它将一路畅通无阻。
共布6盘，价格在100至200万会员单位之间，足够买下2对黑罗山星玉，把它卖了就赚大发了。而它是3000纪元才结一次果的金黄果，能辅助意识进化，是你完成传承的关键。疲惫都消失了。神兵留下的痕迹，他与罗峰交过手，却绝口不提，其中必有蹊跷。跟上看看。有信号了，先把没落的疑点报告上去吧。开始吧。从同行者的报告中可知，没落的嫌疑不小。巧了，没落不久前刚提供了证据，指向的正是你真眼王的弟子罗峰。影像没有正面展现罗峰杀死加莱西的内容，还不能妄下定论。还想包庇你那宝贝徒弟？博兰受到偷袭，也是他与罗峰对战时发生的。将两件事结合来看，我认为罗峰有重大嫌疑。此事体大，还需细细商榷。哼，真眼王，你应该会秉公办事吧？毕竟在你心里，公司要务可比个人感情重要多了。即便有金黄果的价值，一入至此，仍是无尽疲倦。高峰，好险！稍有松懈，就会被攻入识海，侵夺意识。就差一点了。一般界主的精神波频强度不过100，而你经过此行，精神波频已飙升到了3200，每上一阶都会让你更强大。一群废物，现在才找到博兰。我会安排莫洛过去，你录下他杀死博兰的画面后，就把他处理掉。
是。老师，我没事，我被莫洛暗算了，并且加莱西的死亡也与莫洛有关，希望公司能跟进调查。但愿老师那边会尽快采取行动。精神念力的感知比以往要敏锐数倍，且完全不受魔音干扰，甚至还能借由魔音音波扩大我的探测范围。找到了，与波兰的风之本源法则相近的气息。好在我计划周密，且有大人物配合，公司查不出任何破绽。不知伯兰伤到什么程度？这片区域的魔音幻惑力极强，而伯兰却没有任何在抵御魔音的迹象。看来，他已经彻底信任魔音为师了。堂堂天才战第一，也只能葬身于此。而我，会踩着这些所谓天才的尸体，站上更高处。你要对伯兰下手吗？我只是想唤醒他。别装，杀了加莱西还想陷害罗峰？说，罗峰现在在哪儿？他在。你们杀了加莱西还想陷害罗峰？说，罗峰现在在哪儿？他在地狱里等你们。所以你杀了罗峰和加莱西。波兰的风之领域竟然夹杂着魔音。说，对，是我，不是我。莫洛实力理应高于波兰，却被波兰扰乱心神，一时失言。看来波兰在魔音山环境的魔力下
又有了新的突破。既然你已认罪，我可将你就地处决。处决与否，还轮不到你来定。你是什么东西？火焰界主，快帮我杀了波兰他们！一事无成的废物，给我乖乖闭嘴！看来你还没明白自己的处境。波兰，虽然你是本界第一的天才，但你连同你的同伴就到此为止了。你是界主级，所以自以为稳操胜券，但我会用事实证明，你杀不了我。好大的口气！再加上我们呢？看气息，是2名界主和1名狱主。真眼，你还想为你那徒弟狡辩？我已将荣军乌卡提供的证词进行比对，莫洛对自身经历的陈述前后矛盾，且根据他的行动轨迹，同样有杀死加莱西的嫌疑。你现在对弟子这么上心，当年在姐姐的事情上怎么毫无作为？如果你想借此减轻当初留下的负罪感，告诉你，你没有资格。你姐姐的事，要我赎罪多少次都可以，但这与罗峰无关。哼，罗峰有重大嫌疑，公司命我全权处理魔山之事，而你理应回避。你们是一个个上，还是一起？波兰，不用管我们，逃出去以后，务必把真相告诉所有人。你走不了。果然能杀死界主罗峰，你没死，先杀罗峰。你还活着，也算没让我失望。那当然，你跟我决战到一半就突然玩失踪，我们必须打完那场比赛，你们跑不了。
有趣。就由你代为接下吧。是炼洛前辈的笔记，他来过这里，但旁边的爪痕更像是其他人留下的。难道？得抓紧时间离开。我看你们还能逃到几时？走了。这股的冰冷气息渗入了身体，全身血液仿佛凝固了一般。是破鱼侯。是公司驻守在魔山的封侯不朽，我们有救了。大人，大人。破鱼侯前辈，救救我！罗峰、博兰、荣军、乌卡四人擅自伤害公司成员没落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讲？是没落先动的手，他预谋杀死加莱西和罗峰，这可是他亲口承认的。好，你的身上残留着博兰的鹰炎术痕迹。不，我保证，我真的什么都没说。还有罗峰的精神念力。短短一瞬，却形势巨变，似乎正顺着某人的预言而进行。土著手上的一级镭射枪极为稀有，只有通过公司渠道才能购得。而即使是火焰界主，资源和地位远远不足以拥有它。与公司交集甚少的其他土著，见到破玉侯时，竟然直呼大人。他们并非初见。是杀人灭口。我们有共同的使命。没落留着我们的痕迹，因而灰飞烟灭。杀人灭口。看来，在魔山追杀我的土著，甚至暗算我的没落，都是你的同伙。谁让你是真眼王的徒弟呢？这里就是你的坟场。
没那么简单。如果是对我老师的私怨，那博兰就不会被牵连进去。想杀我，大可在刚进入魔山时亲自动手，何须暗中使唤土著暗杀我？除非你再保守一个秘密，那是连冰山一角都不能被公司察觉的秘密。你究竟在掩盖什么？时间到。缓兵之计是没用的，能察觉到当年之事的纰漏，可真是机敏。但真相会永远埋葬于此地。此刻，是谁胆敢在我的时间领域里放肆？这场闹剧该收场了。老师，真眼王，你背着公司擅自行动。为了这些小家伙，我怎能不来？更何况，这事关亿万年前的真相。1亿年前，炼落陨落的事件是由你进行调查的，调查报告里可没有提到此处，还有旁边的爪痕。如今看来，是有意掩盖真相。炼落当真是你杀的？1亿年前，炼落陨落的事件是由你进行调查的，调查报告里可没有提到此处。如今看来，是有意掩盖真相。炼落当真是你杀的？我猜你现在特别想杀了我吧？可惜你还要顾忌着什么公司律法。正是这些东西，让你在1亿年前的域外战场害死了我的姐姐，你曾经的爱人。巴巴塔，这是破狱后信口胡诌，还是确有实据？1亿年前，人族与妖族曾在域外战场爆发过一次战争。据说有一位女性不朽坚守住了重要阵地，将敌方主力拖住，为人族的获胜争取了宝贵时间。但这位不朽也因此牺牲，难道公司让他接到指令前不得撤离？可一直到他牺牲，他也没有接到你们的命令。是公司害死了他，是你害死了他。今天，我就让你们给姐姐赔葬！
极强的阻滞感，时间流速也竟不停止。而这仅仅是老师的空间领域与破鱼侯的时间领域彼此碰撞后的余波。除了与我有关的人，你还对其他人族天才大肆杀掠。若是仅为报复我，未免太过牵强。看来你真的已经沦为虫族的爪牙。公司的走狗，我恨不得杀千次万次，才不需要成为谁的爪牙。老师，我会在破鱼侯面见九剑尊者，审判定罪。你们的魔山任务到此结束，尽快撤离吧。是。当年，侠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，才击退了异族的侵略，换取了人族的片刻安宁。他若看到你此刻的行径，他会原谅你吗？你这个害死姐姐的罪人，没有资格来评判我！你协助虫族灭杀人族天才，就是将他用生命换取的成果毁于一旦。手上沾满同袍鲜血的罪人，你有资格称他为姐姐？当年侠孤身作战，与攻入阵地的敌方首领同归于尽，而他的尸骨和遗物却在战乱中遗失。多少纪元以来，我往返于存放战场残骸的几大垃圾星域进行搜寻，直到最近，我才在乌龙星域找到了他的光脑。真言，当你收到这封消息的时候，人族大军应该已经开始反攻了。对不起，没能事先告知你，我意外发现了敌方首领的踪迹，所以便在阵地埋下火神元晶，而我也必须以自己为饵，诱其深入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赢的希望，才能让更多的同族免遭屠戮。原谅我，姐姐。好在破鱼侯的手下有不少令牌，能兑换价值高达200万混元的鸠岩虚空晶，也算不虚此行了。这些是没落石海内的景象。是虫族符号。难道没落临死前所说的共同使命，就是担任虫族的内奸？的确，虫族符号本不该出现在封闭的血落大陆。如果是虫族派遣内奸没落将符号留在大陆，一切便说得通了。血落大陆和魔山，这些都曾是没落的目标地点，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前无宇宙国。虫族很可能会在那儿有所行动，我应该上报公司。目前的线索还太模糊，就算上报，公司也无法即刻做出行动。你如果想借助公司的力量进一步探查，除非能接到公司外派任务，成为前无宇宙国分部的监察特使。监察特使？公司在各宇宙国都有设立分部，而各分部的监察特使是代表总部对当地进行监察工作的，权限很大。
有什么条件？还记得你没能和博兰分出胜负的那场对决吗？如此看来，在血落大陆和魔山为虫族进行暗中行动的，正是没落。但是，破鱼侯的内奸身份却在预料之外。放眼整个人族疆域，不知还暗藏着多少虫族的眼线。但是。没落已经身亡，而破鱼侯受到虫族印记的桎梏，恐怕也不会轻易开口。一时之间，难以找出其他内奸。为应对与外族对抗而产生的巨大损耗，除了排查，还需扩员。培养抵御外族的新生力量。空域资格战还需继续。空域资格战，成为监察特使的条件就是赢下资格战，成为原始空域成员。这是条件之一。第二个条件就是让你的人类身体突破到域主级。但突破不可一蹴而就，你还是专注于资格战的事情吧。由于没落伤亡所产生的名额空缺，太初空域会再选1人进行递补。第1轮，空域资格战以6进3的赛制进行了重新分组，通过第1轮的3名选手会进入循环赛，所以只有第1名才拥有留在原始空域的资格。可惜。看来要和你分出胜负，得等到第2轮的循环赛了。若是我们没能遇上，代表彼此的实力已拉开差距，错过也无甚可惜。不过，要是真能和你继续那场未完的对决，想必会多些趣味。在遇到我之前，可别被淘汰了。就是我觉得罗峰可以，不行，他不行，他要强一点。期待谁不来？什么期待呀？罗峰和博兰已经分别击败了同样晋级的陇云，想不到经过这么多轮的比赛，最终的决战还是他们这对老对手。博兰和罗峰这一战，除了决定原始空域名额的归属，还为了一个答案：谁才是这一届的第1天才？罗峰对战博兰，比赛开始。
一般精神灭世的精神波频极限为100，但罗峰的眼神冰阵符竟已达到了300。看来魔山一行，你的徒弟又有不小的进阶。时间法则操弄时间流速，空间法则制造虚幻残影，两者结合如此相得益彰，波兰确实是天才。精神波频瞬间竟增加到了3200。空域资格战结束，罗峰成为原始空域新晋成员。罗峰战胜了博兰。追寻强大之人不会无聊了。恭喜你，罗峰。不过来日方长，我们之间的较量还没结束呢。拿到了原始空域资格以后，剩下的就是突破预筑级了。你真的想突破预筑级，再被外派到前无宇宙国？是的，我想在那里驻守，寻找虫族相关的线索。外放到宇宙国，成为监察特使，的确有权利做更多事。但外放后，你就不如在核心这般安全了。有些危险，可能比魔山的死亡陷阱还要可怕。我的家乡地球就在前无宇宙国境内，老师，为防虫族母巢苏醒危及地球，我需加快突破进程，以应可能之患。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但我弟子的人身安危，我一定要管。每位进入原始空域的成员，都能有一名不朽强者作为护卫，而我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选，他会在原始空域等着你。谢老师。啊！到了。136颗巨大的星辰在宇宙中运转着，它们的轨迹仿佛蕴含着法则的玄妙。原始空域的核心之地果然不简单。对了，既然到了原始空域，那掌控虫族母巢的秘法，我在资料库中找过了。满足条件的精神类秘法，至少需要使用者在界主级以上。眼下还是先让人类身体突破预筑吧。
峰殿下，我叫狄伦，师从真眼王的弟子，嗜血王。从辈分来看，我应该是您的师侄。狄伦的实力接近封侯不朽，精神强度极高。仅仅与他对视一眼，便觉得脑中一阵震颤。这样强大的存在，竟然是我的师侄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您的贴身护卫了。听闻您想突破玉主级，那么相比外界，原始空域能助您更快达成目标。请看，136颗星辰的运转轨迹，勾动着宇宙中最本源的2大法则：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。您若参照星辰的轨迹进行领悟，便能更快突破。一旦达到玉主级，我就必须被外放，势必要放弃原始空域的一些修炼机会。但是，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。凝聚命核了。恭喜罗峰殿下，您的念力、元力、DNA 已确认达到玉主级。根据公司规定，将派遣您到您的家乡前无宇宙国，担任监察特使。任命不日下达，您可先行前往。我们已经远离原始秘境，可以进行神国传送了。早听说神国的奇异之处，倒是想见识见识，请。好美，真壮观。
我们已到达前无宇宙国境内，距离囚龙星只有12天航程。真的是眨眼之间，可为什么不直接传送去囚龙星？神国存在于空间夹缝中，必须确定目标才能构筑通道。我在这颗星球上留有一道不朽神力，每位不朽的神力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能用来定位。之所以选在这么偏远的地方，是因为传送一旦开启，就会暴露神国的位置。若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探知，是件十分危险的事。原来还有这层计较。也好，在正式上任前，还有不少事情要做。呼延博老师留下的财产竟有315万之多，都购买好几个星域了。哇！终于可以修复陨墨星号，净化魔元藤了。魔元藤突破界主级后，藤万数量将达到现有2倍，且比同阶普通魔元藤强大高等得多。虽然越高等，突破成为不朽的难度就越大，但难度不是问题。签字完成。开干！外部维修。内部性能改造。密文固化。近32万混元单位啊！不过陨墨星号是当年巴巴塔和呼延博老师共同冒险的见证，修复一星后便可以所向披靡，巴巴塔也能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，也算值了。罗峰兄弟，不够朋友啊！回来也不说一声。今晚老时间老地方，我订了包房，给你接风洗尘。嗯。过了这么久，又回到这里了。这家餐厅还不错，我之前吃过很多次。大哥，三弟，大哥，姬青小姐也在。嗯。三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就是这样，为了做好应对准备，我要收集更多虫族情报。我也会在游历途中多加留意。话说回来，大哥近来如何？我看你们2个不太一样了嘛。其实我已经向青青表白。青啊，恭喜啊，大哥！大嫂，等下，请等下，这是私人包厢，私人包厢，您不能乱闯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拦不住他。哼，青殿下，银雪侯大人有训示给您。姬青，
姬青，立刻给我回来！那种资质平庸、毫无家世背景的男人根本配不上你。你要执迷不悟，非不可离开他。到时候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只要我跟他回去，你就不会有事。可是你……我会跟你回去。哼！姬青，等我。青殿下，请吧。太瞧不起人了！这银雪侯到底什么来头？他是前无宇宙国300王侯之一姬氏家族的祖宗，也是虚拟宇宙公司前无分部5部的部长。那不就是？虚拟宇宙公司前无分部分为武备、商务2部，分别掌管着宇宙国的武力后备和经济命脉，实权在握。就连帝国皇帝也不敢轻慢了他们。这么嚣张？不过，殿下上任就是去监督他们，权力与2部长相当，甚至还可能左右他们的去留，所以他们还要借你3分。哦，那就好办，我来出面。三弟，这是我和姬青的事，也是我迟早需要面对的事。想不到公司这么快又派人来。要知道，罗峰可是高层极为重视的绝顶天才，又是真眼王的爱徒。他要动真格查起来，我们还不好对他下手。想不到公司这么快又派人来。那事之后，我早提醒你收敛5部，别任由下属欺压土著、强取豪夺。你那些账目倒是做得滴水不漏，可真要查起来，你虚报支出、贪墨利润那些事，能瞒得了多少？大家坐一条船上，就不要相互揭短了，还是想想对策吧。要知道，罗峰可是高层极为重视的绝顶天才，又是真眼王的爱徒。他要动真格查起来，我们还不好对他下手。哼，怎么不知道？他们师徒在魔山出尽风头，罗峰已成为上头红人，更是轻易动不得。怪只怪破鱼侯自己蠢，为了报复真眼王，落到今天这般田地。男人，哼！这女人又开始了，每次一提到男人，就好像全宇宙男人都欠了她500万会员单位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拉布利亚星域来报，金角族商队与边境巡逻队在公共宙域发生冲突，击沉我驱逐舰2艘，现正与我军僵持不下。什么？金角族那群顽石是要造反吗？当我们5部是好惹的？金角族虽然人口稀少，但个体强者不少。岩石类生命最是血性直率，他们本已诚心投靠，近年来却与我人族多有摩擦，不满之情日增。难道不是因为你们钓鱼执法，逼人太甚？罗峰那事，先看他什么态度。要真那么不识抬举，就我有的是手段，叫他自取灭亡。倒要看看这个备受瞩目的天才能比他前任强多少。怎么是罗峰殿下？多是大人！
殿下到了，快将后在两边侧门的官员出来列队欢迎。求您那件事。欢迎监察特使罗峰先生。好大排场！除了您请的客人，其他都是前无宇宙国各大王侯贵胄，听说全部是那两位亲自下帖邀请来的，可谓给足了您面子。哪里是我的面子，怕是担心我揭他们老底，才不得不殷勤巴结。这两人管理着整个宇宙国内各项事务，其中牵扯之大，要说干干净净，恐怕换了是我也未必做得到。况且觊觎部长位子的还大有人在，我是人没到任，匿名邮件已经收到手软。殿下准备怎么做？我家乡有句老话，叫水至清则无鱼。你还真是到了最后一刻才来。一旦修炼起来，就忘了时间。抱歉。理解，修炼最重要。你还是全身心投入修炼的好。至于监察工作，就不必操心了。这是商武两部的全体官员。拜见罗峰殿下。贵宾都已经在等你了，我来为你引荐。请稍等。大哥，那是什么人？特使大人竟亲自上前招呼。红，怎么是他？殿下可是绝顶天才，他都要叫大哥的人，那得有多厉害？什么玩意儿？各位来宾，请容许我向大家介绍今晚真正的主角。他是前无宇宙国100万纪元难得一遇的天才。让我们欢迎罗峰先生。金角族太不识相，一个附庸小卒竟敢喊打喊杀，照我说就不该纵容他们。你要的那块区域是公司最炙手可热的虚拟位面空间之一。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最近想去垃圾星域淘点材料，通融下呗。恭喜啊！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威顿星域60%生命星球收入囊中，还得感谢大人从旁相助。我会尽快将事先约定好的那份划归您的名下。去找我大哥来，我再和银雪侯好好聊聊。既然是罗峰最好的兄弟，这个面子我自然要给。只不过阻拦你和姬青的并不是我，而是他的老师幻灵王。魑魅族那位伟大存在，那可是连老师真眼王都不得不佩服的厉害人物。幻灵王是宇宙佣兵联盟5大最高统帅之一，虽然在法则感悟方面比不上老师真眼王，却是无比诡异的幻术师，那绝对堪称纵横宇宙的超级存在，翻手间就能让亿万人身陷幻境甚至死亡。他麾下光是不朽奴仆就有81位，更不用说千千万万的界主、域主，而能够被他看中收为弟子的，全宇宙也只有19人。姬青能获他垂青，对姬家来说是何等的荣耀！银雪侯当然不希望区区男女情事毁了他前途。真眼王的弟子罗峰，这就是想要娶小师妹的家伙。跟我来。
走过我的花月长廊，竟不为所动，倒是有些能耐。啊！原来刚才不知不觉已经入了他的幻境，好厉害的幻术！就是红，是。你还真有胆子来见我，不怕被幻境迷惑？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吗？怕，怕死。怕心中诸多梦想无法实现，怕家乡有难无法支援，怕兄弟遇险无法相助。更怕负了姬清。姬清真诚待我，我不管怎样都要竭力一试，即使身死魂灭，也不后悔。如果他当时也能这样，红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闯我布下的18幻境。你若成功，我就不阻碍你和青青。我接受。天哪，一个宇宙级小家伙居然要闯18幻境，不要命了吧？你都不问问18幻境是什么，就敢答应？那幻境可是直指人心，凶险万分。我觉得红挺帅，可惜得死了。就算是在虚拟宇宙中，一旦失败，真身也会死亡。听到了吧？这是赌命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我的决定不变，大哥。很好，进去吧。红，别做傻事！我宁愿再也见不到你，也不想看到你为我丢了性命。老师，我答应您离开他，求您收回成命。怎么样，红？生命何其宝贵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值得吗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你还有无限未来。青青，我誓要拼命一搏，但为了你，我不会轻易送命。不，等我回来。不要！哦，忘了提醒他，幻境中的一切，青青都会看到。你若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。
过一层，红好帅啊！别得意的太早了。老师说过，只要是生命，就一定会有欲望，或是长生，或是爱情，或是地位，或是力量。而只要有欲望，就有弱点。幻境会针对每个人心中最大的弱点。1到9层只是开始，后面的6层会越来越难，最后3层至今还没人能全身而退。闯过所有幻境，但是你们还不能在一起。这会儿又假装深情了，可那毕竟不是亲情。这样一般无二的容貌，你怎么忍心下狠手？就为了你的尊严里的胜利？以大哥的心境修为，识破幻境不成问题。可人心往往因不能当面沟通而相互异色，产生误会，这才是幻灵王想要利用的。无关幻境，直接在心与心之间划下裂痕。红，不要顾虑我，无论你怎么做，我都不会怪你。我们的心是相通的，你一定记住，一定要。还是舍不得吗？那我帮你一把。结束了，你没有通过考验。我深爱青青，你就想利用情感来扰乱我。但爱不是弱点，沉浸于它，感受它的无私与无畏，心中便会成女一片。而不明白真爱的你，才是看不真切的那个人。闯过了，竟然成功了！红好帅啊！我不会再阻止你们，但激情你的修炼也不可荒废。太好了，大哥，恭喜你！这都要感谢你，三弟。而且，要不是幻境中一战，我也不可能收到巨斧斗武场特等精英训练营的邀请函。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你一定要闯出个名堂来。也好让幻灵王饮血后看看，青青没有选错人。
大哥，话说这18幻境到底怎么样？先前我都担心死了。幻境很厉害，可对我并无威胁。什么？可是我看大哥你越闯越吃力的样子，这伪装呢？大哥的事情顺利解决，我也该出发去探查虫族之事了。保重。可恶的罗峰，帮他解决了红的事情，他倒好，这么快翻脸不认人了，说什么有揽各星域风土人情，尽管闲事。宴会上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像做样子，想来是并不知道那些人是我们的人，不如直接和他挑明，别误伤了咱自己人。你傻吗？他本来没证据，你要把把柄送他手上，难道就由着他不管？哼，那就让他别那么闲。追踪到小号目标罗峰，是现在推动山帝国重新寻找机会，尽快铲除。金角族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？近几个月他们抗议示威不断，知道给公司采矿业造成了多少损失？抱歉，尊者，我们正在全力调解。采矿业损失。金角族群是岩石类生命，因族群日渐败落而投靠人族，成为附庸。他们特殊的能量转换方式能大大提高矿物开采率，因此多以劳力输出来换取庇护。就是他们罢工时的画面。这就是冲突现场。那位老者好强，不过他根本没使出全力，看来并不想伤及无辜。金角族还涌现了大量不朽神灵。皆因族群历史上一位伟人曾留下了座圣碑，凡是能参透其中深意的人，就能修为大增。公司会破格招揽其中顶尖高手，成为抵御外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。那不就是拿来当炮灰吗？不能那么说，既然要得到庇护，就得有相应的价值。金角族一向耿直，不懂变通，才使小误会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倒是撇得干净，我看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吧，上头却不点破，看来是默许了某些压迫与不公。可以找个合适的人选，亲赴拉斯奥大陆，表现我方和解诚意，安抚金角族人情绪。只是这个人既不能实力太强，以免有武力压迫之嫌，也不能身份过低，显得我们不够重视。好个奸诈的女人，原来是想好了要推我出去顶杠，让你提议邀功，不如我主动请缨。那不知我这监察特使够不够格？很好，罗峰，你一上任就能积极为公司排忧解难，我期待你的凯旋。正好可以去看看那座圣碑。未来对抗虫族，也需要结交更多朋友。在下金角族群塔文部，久仰四番旗长老。如此壮观的悬浮大陆，在宇宙中非常少见。拉斯奥大陆由我金角族群10万部落众不朽神灵合力，以兵器的方式构成，地厚3000亿公里，直径2.1光年，整片大陆
因此得以在宇宙中维持永恒的稳定。伟大的创造。谢谢，请跟我来。怎么到处都在战斗杀戮？金角族人成年后必须离开部落闯荡，在战斗中魔力变强，寄希望于他人，并不可靠。嚯，抵触情绪很高嘛。我承认人族的一些做法有欠公允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改变现状，希望长老能再多给人族一些信任。特使大人言重了。金角族人性子火爆，他却能如此礼貌克制，应该还有和解的意愿。等等，北床殿下，等等！前奏有2组。那个人类才玉主级9阶，竟能由4番旗长老亲自引路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对啊，凭什么？人族是人族，人族还敢过来？过来呀！来呀！来呀！如果因为是人族，根本就够没等。过来了！来了！来呀！来呀！特使大人，这座雕像是金角族群历史上最伟大的元老希罗多。来之前我做了一番功课，希罗多元老在法则感悟和兵器创造上的造诣令人惊叹，我这才知道自己使用的眼神兵也是由他所创。这是星空巨兽12大巅峰血统之一的毁缩巨兽，被抓来后不肯臣服，因此元老用困锁密阵将他捆缚在此。骄傲的星空巨兽，现在竟像是宠物被你们囚禁。元老也是借此告诫族人要强大自身。他已与毁缩巨兽约定，一旦他突破之不朽，就放他离去。毁缩巨兽能施展时间静止这样的逆天秘法，就连毛发上都蕴含有时间法则的力量。你现在还有孕育最后一个分身的机会，他可以作为备选。元老严令禁止任何人接近。人类，我要挑战你，打败他，灭灭人族的威风。抱歉，我是去元老神宫和谈的。人类天才，我加爱向你挑战！我不抗夺，向你挑战！特使大人若不愿应战，不理会就是。接受拳头！接受拳头！别闹了！科布长老，特使大人，这趟来的可是人族的大人物，是要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。大家别忘了，我们与人族是好朋友，还需要他们帮衬，一切为了族群。什么嘛！少长他人威风！要不是希罗多元老不在了，闭嘴！
要是决斗出了世波级族群，谁来担这个责任？我来，就算是灭族，也不该丢了骨气。我元老神功一脉悲怆，玉主级9阶向你挑战，先打赢我，才有资格觐见元老。你跟北球明明是双胞兄弟，你哥哥一向深明大义，你怎么就这么不识大体？悲怆的法则感悟，按照你们人类的说法，已经达到通天桥第9层了。你怕了吗？金角族群以实力为尊，一味拒绝只会让他们觉得我在端架子。若我能在决斗时展露实力，赢得尊重，将有利于调和两族矛盾。别，你才闯过通天桥第7层，而且金角族那暴脾气，战斗起来不死不休。我应战。罗峰。可是大人，决斗后，我可否取走一根毁缩巨兽的毛发，留作纪念？没问题。送他北城！我北闯定会为金角族赢得尊严。咱们这可是眼神兵的发源地，各种秘术数不胜数。会是一场有趣的比试。送他北城！那人类使用眼神兵与悲怆对战，输定了。比赛开始。眼神兵第6重，眼神兵第6重，剑与世界。糟糕，他的剑之世界明显强于我。剑之世界第3层，世界世界。真让人失望，让你尝尝我最强的真空剑术。是未曾见过的眼神兵秘术，看来只能调动别的力量了。天赋秘法强化，血舞者血落之力驱动。不会，很荣幸与你一战。我还不够强。你对眼神兵的操纵出神入化，我也只是险胜。悲怆，我来不是为了与你决出高下。弱肉强食虽是不变的生存法则，但放眼整个宇宙，再强大的族群，多一个朋友，永远比树立一个敌人更有利。你我不是敌人，人类与金角族也不是敌人。罗克史说，人类与金角族不是敌人。
动时向元老禀报。等殿下与毁缩巨兽接触完毕后，他就会带你一起面见元老。 近来毁缩巨兽性情愈发狂躁，频频对密阵发动冲击，只为挣脱束缚。罗特使，进入门内就等于进入他的攻击范围，届时我们也无法保障你的安全。放心，出事无需你们担责。 巨兽发动了天赋秘法，时间静止，已经释放，不久以下将没有任何反抗能力。他的时间领域几乎令我血液流动静止。不过，虽然他限制了我的行动，但无法限制我的念力。既然他对外族心存戒备，那我就以另一种身份与他对话。原来。 我们是一样的，这种久违的亲近感，我已有近2000纪元没有体会过了。2000纪元，那就是2000多万年。重获自由的希望在无尽等待中磨灭殆尽，他才会变得如此狂躁吧？只可惜我还没有解开密阵的能力，不然我一定会将他救走。我可以将心境修炼的法门传给你。 若保持心境平和，或许就能早日突破不朽，让元老履行释放你的约定。不用，他们困我至此，只有加倍偿还，我的心才能复回平静。 能在这里看到一个让我感觉亲近的生命，已经足够了。你走吧。那最后，请你答应我一个请求。没事就好。那头毁缩巨兽没有为难你。只有成为强者，才能掌控命运。金角族掌控着这位毁缩巨兽的命运。 而公司对金角族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是时候和四番旗长老会合，面见元老了。神宫元老，作为金角族群最高领袖，他的立场直接影响到两族今后的走向。希望我的新协议能打动他。罗特使，亲你的协议我已拜读，看起来我族确实能从中获益更多。不过，一纸协议无法保证真正落实。若是事态平息，公司开始对参与抗议的我族人员进行清算，又当如何？他们曾遭受不公待遇，对人族抱有敌意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我保证，您担心的情况不会发生。公司能给出的，只有罗特使的口头承诺。您当初对毁缩巨兽许下的也是口头承诺。2000纪元以来，他力求突破，恐怕不是因为他相信你一定能守约释放他，而是他别无选择，不是吗？罗特使果然心直口快。罗特使恐怕不知道，即便公司条款多有不公，金角族群也从未与人族敌对，而现今，在总体态势未曾改变的情况下，反抗人类的呼声却日益高涨。内部无恙，那就是外部施加的影响。难道有人在暗中煽动？族内不乏意图瓦解人族与金角族联盟的人。然而，若是脱离人族庇护，金角族的命运会凶险无比。这位元老一开始虚张声势，原来是亲近公司的主和派。也许是发现镇不住底下的人了，才向我吐露这些吧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地方？罗特使果然是聪明人。贵方需要有强大的人坐镇，以确保联盟稳固。你虽然击败了我族天才悲怆，但尚不足以让所有人敬服，除非……是圣杯。由当年希罗多元老留下的圣杯，与人类族群的混沌杯类似。无数精英参悟，大多却只能领悟一鳞半爪。若您能完成参悟，彰显人族天赋，那反对人族的声浪自然会平息。位于圣城核心的圣地，能在此潜修的都是金角族的顶尖天才，所以塔内的各类秘法典籍都是极为珍贵的。眼神36重，比我的眼神冰招式更为精深，由希罗多所创造。相传他是为壮大族群，才呕心沥血将秘法整理而成。这本秘法就稍后再钻研，当务之急是完成对圣杯的参悟。一面对这个恶魔模样的存在，我就仿佛陷入无尽的恐惧中。即便是参悟混沌杯时，也从未有这样的感觉。相传，
希罗多在年少时曾为了阻止巨斧斗武场入侵拉斯奥大陆，只身刺杀该势力的高层。刺杀无果后，历经艰险才侥幸逃生。这幅图正是他的年少恐惧的铭记。我调动所有的精神力，保持自己不被恐惧压垮，已没有余力参悟。若希罗多前辈留下图画是为了供族人参悟，又为何要增加精神干扰？恐惧也可以是突破成长的原动力。或许希罗多元老是想告诫我们，无需用意念抵抗恐惧，而是拥抱恐惧。法则能量正源源不断地涌来，要突破了。一沙一世界，难道这里就是宇宙本源之地吗？